大家好，我是马古鲁，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。这集带你来宜兰头城必来的景点乌石港湿地公园和南洋博物馆。想知道有什么好玩的吗？还没订阅的朋友记得订阅哦，才不会错过精彩内容。话不多说，那就开始吧。一进来乌石港湿地公园，就会看到乌石港遗址碑，1985年由当时头前镇长庄喜彩立石，以纪念乌石港曾作为清领时期宜兰对外交通要港、镇口的辉煌历史，借以为后人凭吊所在。乌石港湿地面积约5.6公顷，环水步道约1.7公里。湿地于2006年登录为宜兰县文化景观。湿地中有清领时期南洋八景之一石港村繁的乌石礁及多样湿地生物。园区有限定古迹、林朝祖宗之墓、南洋博物馆、乌石港驿站等。乌石港湿地公园周边蕴藏丰富生物，像是滨海植物、鸟类、昆虫、鱼类等。湿地也兼具涵养水源、蓄洪防灾、调节气候、生态景观及休憩绿地的功能，为永续乌石港湿地环境。南洋博物馆将其定位为自然学习与观察教室。南洋博物馆以东北角海岸的单面山作为设计博物馆亮体的根源，透过东北角常见的海岸岸石景观作为地方文化的出发点，将南洋博物馆建筑与乌石港周边自然地景相结合，由孙德宏与姚仁喜两位建筑师联合提出单面山建筑造型概念。宜兰县政府决定在乌石港旧址旁新建南洋博物馆，并提出完整保留乌石港旧址，结合乌石礁、湿地与龟山岛地景，这些历史与地景之累积，反映了宜兰历史、人文及地景特色。南洋博物馆展场空间规划以垂直串联的宽阔无柱空间，提供一个类比宜兰地理空间。博物馆共有4个楼层，由上而下区分为山之城、平原城、海之城与儿童探索区。站在山之城往下俯瞰，如同山上眺望宜兰大地特有的山、平原、海的空间经验，展现了宜兰整体的地理环境与人文轨迹。透过展示，延伸民众想象的空间。你看，原来龟山岛是活火山，所以去龟山岛还是要小心哦。南洋博物馆开馆时间是上午9点到下午5点，4点半就停止售票。休馆时间是每周3，国定假日照常开放。全票是一般民众100元。我们先来2楼的常态展海之城。南洋溪汇合平原上的河流走向海洋，连接从赤道北上的黑潮，让我们顺着潮流沉潜永生，在鳗鱼苗群的回流及珊瑚的摇曳之间，领略海底火山的震动。还没看我在南洋博物馆的数位互动体验展XR 数位科技的这集朋友，可以点击右上方的连结哦。宜兰位于太平洋旁边，拥有良好的渔港和丰富的渔源，发展出海洋文化。航海人以浩瀚的海洋为谋生空间，顺顺利利的出港，平安满载而归的回航，必须经由多方面的协助才能完成，因而衍生了许多相关行业。会动吗？假装的。航海人对于海上安全与渔获量丰收的祈求，使宗教在渔村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。那边是儿童考古探索厅，让儿童在里面自由探索解谜，以体验式的游戏方式学习考古过程，用手脚去认识世界，用思考来理解万物，用心去尊重大地。噶玛兰人是亲水的民族，他们滨水而居，村落大多分布在宜兰平原10公尺以下近海沙丘或平地。
1632年，西班牙人调查的历史文献中，估计当时有40多个噶玛兰村落。1650年，荷兰人进行户口调查，共有45个噶玛兰村落，人口达1万多人，是当时台湾北部人口密度最高的平埔族聚落。可见当时南洋平原物产丰饶，住民生活富庶。现在所看到这艘渔船南风1号，来自南方澳渔港，建造于民国70年前后，与多数标渔船相同，漆着象征海洋的蓝色，并以白色点缀有如浪花般。船头绘有鹰仔花纹，船的龙骨采用硬度高的钨芯石材质，以耐擦撞并能支撑。船底则为红块。船主于2002年捐赠典藏，是南洋博物馆迄今最大的典藏品。欢迎回到600年前的南洋渔港，这是噶玛兰人的家园。我们在此定居、繁衍、兴盛数百年之久。我们喜欢利用天然资源，在绿意盎然的平原上采集野菜、种稻植瓜。出猎时则腰系铁刀，身背弓箭，手持标枪，并在口中标。没了。你知道什么是黑潮吗？流经台湾东岸的黑潮是北太平洋最强劲的海流，它远从赤道而来，将高温热能从赤道往北方寒带输送。各种鱼类随着黑潮来到台湾东部海域。黑潮对于气候、生态及渔业有相当特殊的重要性。接着我们搭电梯到4楼，一出电梯，小编带我们来看乌石港的景色。再来看林月生先生的齐木展。山之城，宜兰的多雨气候和山势形成迷雾森林，湿润的湿原垭口河谷，物种奇异度高，巨大的快木林，以及林线上的冰河蕨宜植物台湾三毛榉，加上台湾茶树、宽尾凤蝶，还有山地湖泊，来过宜兰就知道宜兰的生物多样性。宜兰地区的地形像本基，雪山山脉在西北，中央山脉在南方，中间夹着南洋溪冲积的平原，由平地到最高的南湖大山，海拔差异高达3500公尺以上，搭配多雨浓雾而潮湿的气候，如同一座迷雾森林，是一座蕴藏着重要的生物资源自然宝库。芬多精又称植物精气，是从植物的叶子、茎和花所散发出来的一种具有挥发性的芳香物质。植物借由芬多精来抵抗有害细菌的入侵。对人体来说，芬多精则是有消除疲劳和安定情绪的功能，所以常常来爬山或是漫步在森林里，总会觉得神清气爽。这里告诉我们，从冰河时期一直留在台湾的植物，你知道是什么吗？
请听快木林的鸟语，有宿鸟、冠羽画眉、白耳画眉、蓝腹鹇以及地质。而且发现我好像这5种鸟都没有看过。山林与人，数百年来，宜兰的不同族群与这片森林发展出各式各样的互动关系。森林是泰雅族人的猎场，沿着山边寻觅垦地的汉人，森林是他们急于克服的环境和星炭、建材的来源。日治时期大力开发山林资源，宜兰的樟脑业堪称全台之首。太平山林业的开发，改变了宜兰的山林地景与社会体质。打开下面的抽屉，看看这些植物的民俗用途。原来马告就是珊瑚礁，以前都以为是一个人的名字呢。原来焦骨兰就是七叶胆，常常在广告的时候看到在卖七叶胆的茶包。香料。宜兰地形封闭，早期进入宜兰大多依循海路，陆路甚为不便。但随着汉人入垦的脚步，淡南间由前仆后继的汉人走出了路径。淡南古道与苏花古道都是早期进入南洋平原的重要交通路线。水、河川形塑了宜兰平原生活方式，曾经影响南洋平原社会经济生活自身的动脉河川，以及充满农家智慧的生活与水的联系。宜兰人为了适应环境所提出的解决之道，从当中找到他们与环境共处的态度。在传统生活中，自然环境影响人文发展。宜兰人的特殊生活经验，衍生出深具在地特色的猜谜、谚俗、歌谣等。这些口传文学是在地知识与生活经验的累积，能反映宜兰当地的自然人文特色。听到这类歌谣时，会让人对宜兰的想象更加鲜活，更加贴近。这个一般哦，要坐着去做啥做？听到那个师傅啊，我意抓。南洋平原河道密布，在道路及桥梁设施欠缺的年代，河运便担负着非常重要的运输功能。早期宜兰河流域的村庄市镇，凭借着宜兰河水运连接乌石港，再转运至基隆、淡水、大陆等地。宜兰市西门曾经位居重要的枢纽，舟船来往频繁，因而逐渐发展出行交林立、繁荣的西门商街。不过，宜兰县铁路通车之后，河运趋向没落，火车成为宜兰人对外交通的主流。宜兰之光是一座以丰富图像拼贴而成，结合灯效展演的装置艺术，由2000余根亚克力柱参照等高线图转化组成大型宜兰立体地图，辅以各色灯光效果，呈现出不同时节及天色，展现宜兰大地变化万千的风貌。时光廊两侧的墙上呈现宜兰的人文情怀，老照片与影像记录并陈述宜兰的历史与故事。
时光廊的年表以图像为主，文字为辅的方式来呈现宜兰印象，并且穿插纪录片，透过影片来述说宜兰市井小民、文学家印象中的宜兰，以及不同时代宜兰的人文风貌、产业与生活。走看时光廊，好像进入了时光隧道，回到以前宜兰的从聚落形成到近代的历史种种，看过一遍，这些都是以前课本所没有提到的。或许现在的学生们正在读这一段历史。乡土文学作家黄春明的诗，龟山岛以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成为宜兰的象征性地标。作家透过拟人化的手法，描写了游子离乡、在异地生活以及归乡的心理过程。化石先生，一群热爱自然科学的人，从事古生物挖掘、清修、装架与复原，为亚洲最专业的古生物复修团队之一，常年与世界各大考古挖掘团队和博物馆合作。小铺贩售出土化石小物饰品，宜兰在地伴手礼及文创品。离开博物馆前，记得来此瞧一瞧。火力发餐饮店有卖鸡蛋仔的口味，也有咖啡饮品、气泡饮品等等。比较好的。可以啊，太好了。乌石礁位于湿地中央的乌石礁，为地壳抬升后，经过长期侵蚀
崩塌形成的黑色硬叶岩。这是头层到大理一带常见的岩石，原本含黑灰色碳物质，经轻度变质作用而形成，颜色依然保持深色，然而硬度却提升许多，因此会常突出地表，而成为醒目的地标。希望你会喜欢本集内容。喜欢本集内容，欢迎订阅、按赞和分享。您的订阅与按赞是我做影片的最大动力。我是马库鲁，我们下次见。你知道这3个帆船上面写的字是什么吗？欢迎留言告诉我。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。